內部消息爆，習近平頭等憂慮，強風再起，加州北海水滅火。東南亞退款潮，中國旅行社焦頭爛額。格陵蘭總理院合作，美眾議院提法案。中共鎖定美國後院，企壟斷關鍵礦產。北韓發射彈道導彈。日本宮崎6.6級地震。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兩岸新聞，我係芬妮。首先多謝你哋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1月15號，下面我哋嚟關注詳細嘅內容。喺川普就任前，中共黨魁習近平最近提出一個罕見嘅講法，表達佢心中最大嘅憂慮。官方媒體新華社最近嘅報道泄露習近平嘅秘密。佢反覆強調反腐係因為擔心遭遇顛覆性問題。新華社5號發表社論，講到東歐巨變、蘇共垮台、蘇聯解體說，中共想跳出歷史周期規律，唔垮台就必須反腐。呢篇文章發表一日後，中共召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4次全會。習近平喺會上進一步話，清楚佢反腐嘅目的就係避免顛覆性錯誤。換句話講，習近平擔心政權被顛覆，因為咁喺拿下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外交部長秦剛，甚至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後，仍然表示反腐形勢嚴峻複雜。流亡中國作家袁弘彬12號對漢中國透露嚟自中共內部嘅消息話，中共20大到而家已經有包括文職在內幾十個將軍級官員被整肅，佢哋嘅首要罪行違反政治紀律，亦就係就習近平不忠誠，習家軍內部出現大規模嘅兩面人，當面阿諛奉承，背後對習近平充滿怨憤。呢個反映習近平處於極其危險嘅政治危機，而唔係乜嘢反腐敗運動唔成功。消息人士話，習近平而家對自己能否喺21連任表現出強烈嘅焦慮。與此同時，仲有川普即將上任呢一個外部危機。袁弘彬聽講，習近平上個月喺中共政治局內部擴大會議上發表一篇所謂嘅重要講話，要求用鬥爭嚟應付引發嘅挑戰，要分化美國同歐洲、日本、澳洲、中東等盟友嘅關係。習近平要賭川普只有4年執政期，可能會犯急於求成嘅錯誤。此外，習近平喺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不斷加強黨中央嘅權威同集中統一領導，具體措施就係刀刃向內，將清除政治不忠誠嘅官員作為關係中共生死存亡嘅頭等大事，捉緊捉好。消息人士話俾袁弘彬知，呢個說明習近平明確感覺到黨內反對佢嘅情緒已經非常強烈，直接威脅到佢喺2027年係咪能夠連任。因為咁，習近平要用新一輪黨內大清洗嚟鞏固佢嘅個人獨裁，同時亦能夠喺經濟大衰退嘅背景下收繳官員私人嘅資產，緩和習近平喺經濟危機上嘅壓力。但消息人士話，中共官員其實係中共統治嘅基礎，習近平咁樣做係飲鴆止渴，自己摧毀中共統治根基。加州洛杉磯仍然有3處大火喺持續，目前已經有至少24人罹難，消防用水即將所剩無幾。聖安娜焚風再度增強，情況危急，加州被迫用海水滅火。綜合海外媒體報導，目前豪宅區太平洋柏利賽斯火場14%火勢得到控制，伊頓火場33%火勢被控制，赫斯特火場嘅火勢95%得到控制。聖安娜焚風喺增強，可能持續到15號，預計14號風勢最強，可達每個鐘頭96公里。美國國家氣象局禮拜發出罕見嘅警告，預告由當地時間14號凌晨4點開始，洛杉磯同文圖拉縣部分地區將處於特別危險嘅境地。
安娜焚風最高風力會比上個禮拜細，但仍然足以引發爆炸性火災。加州而家被逼用海水作為最後手段，超級滅火飛機一次可以裝起6000公升海水。海水通常唔會被用嚟滅火，因為海鹽殘留喺土壤入邊，會導致農作物無法生長。海水亦會腐蝕消防設備。黃星事件為中國旅行社造成一場意想不到嘅衝擊。國內自媒體旅界13號發表文章抱怨話，唔單止去泰國嘅旅行社，中國所有經營東南亞線路嘅旅行社都面臨突然退訂風波。旅界指出，上個禮拜六，一位經營多條東南亞旅遊專線嘅旅行社朋友小 A 瘋狂埋怨話，最近退團人數喺幾何倍數上升，開始係清邁、清萊、曼谷、芭提雅，後嚟係蘇梅島、布吉島，再後嚟係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只要同東南亞相關嘅旅遊產品都有人退，仲要求無損退訂。目前正係中國新年前嘅旅行旺季，泰國本嚟係中國旅客最中意嘅目的地。呢個時候爆發退款高峰，好多旅行社老闆焦頭爛額。問題係退訂後嘅損失由邊個承擔？唔少人喺社交媒體指責旅行社拒不退款。截至12號，喺小紅書上搜索泰國退款一直唔支付、泰國旅遊退款等條目，能夠揾到超過70萬篇貼文。但旅行社亦有苦難言。小 A 話，其實每份旅行社合同都規定咗雙方嘅義務同權利，但好多客人上嚟就係要無損退訂，否則就係市長熱線、文化同旅遊局投訴，唔搞到雞飛狗走唔罷休。小 A 話，旅行社係弱勢社群。遇見原本合同寫明無法退款嘅訂單，客人又強行堅持退款，最好嘅辦法係為佢哋延期，但協商唔到亦唯有退，否則搞到最後揾文化同旅遊部門投訴更麻煩，結果大機會率要退。此外，旅行社唔單止組團，仲為半自由行客人提供包車、一日遊、潛水等單項服務。呢一個意味住唔單止批發東南亞專線嘅旅行社中招，一啲中小旅行社亦都遇到大量退訂，現金周轉面臨考驗。B 生喺布吉島經營潛水培訓課程，佢話群入邊好多人要退訂，但因為中國冇將泰國列入高風險旅遊地區，所以通過旅行社訂嘅機票同酒店並唔能夠獲得全額退款。就事件，好多客人並唔理解。B 先生話，旅客攞唔到全額退款就各種投訴，就係想將取消嘅損失轉嫁到旅行社身上，呢個就有啲過分啦。我哋亦係有經營成本㗎。曼谷郵報上個禮拜4報道，泰國旅行社協會預計旅遊安全問題可能導致農曆新年期間到訪泰國嘅中國旅客人數下跌10%至20%。可能俾泰國旅遊業造成春節期間高達50億泰銖嘅損失。喺川普再三表示有興趣買下格陵蘭後，格陵蘭總理艾格德喺13號嘅記者會上表示，佢將尋求與美國建立更密切嘅關係，亦打算同川普展開對話。艾格德話：我哋對採礦業敞開大門，我哋必須同美國進行貿易。艾格德表示，第一次聽到川普唔排除軍事手段時好擔心，但當選副總統曼斯上個禮拜接受採訪時已經表示，美國無意使用武器。艾格德話：我哋嘅興趣在於合作。艾格德召集格陵蘭各政黨領袖喺首都努克開會，討論點樣共同維護美國利益。格艾德最近表示考慮舉行獨立公投。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已經提出咗一項法案，名為令格陵蘭再次偉大法案。法案如果獲得通過，
就准許川普從上任第一日開始與丹麥談判，以確保美國收購格陵蘭島。共和黨警告川普必須好快採取行動收購格陵蘭島，否則可能會被中共接管。據美國 Axios 網站11號報導，丹麥政府已經通過私下渠道話俾川普團隊知，格陵蘭唔賣，但願意討論美國嘅其他要求，包括加強格陵蘭防務或美軍喺格陵蘭嘅相關事宜，希望解決美國國安顧慮。中共試圖挑戰國際秩序，近嚟插手美國後院，加大力度開採拉丁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區嘅礦產，特別係玻利維亞、阿根廷同智利，鋰儲量佔咗全球嘅58%。中共借一帶一路鎖定呢3個國家。中央社14號引述美國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安全研究中心嘅研究報告指，中國喺拉丁美洲同加勒比地區嘅稀有礦產開採量比美國多20%到25%。北京嘅目標就係壟斷關鍵技術需要嘅稀有礦物。中共通過掌握玻利維亞、阿根廷同智利搶佔鋰資源。目前全球市場67%嘅鋰係由中國加工供應，中國亦生產全球99%嘅鎵，兼且以針對美國採取限制措施。鎵係製造長程導彈同雷達系統嘅關鍵原料。中共喺智利同秘魯鎖定銅同鐵礦，喺巴西鎖定鋁同稀有礦產鋰。報告分析，中共掌握拉丁美國家嘅關鍵平台，除一帶一路外，仲有一個由33國組成嘅拉丁美洲同加勒比海國家聯盟。中共通過提供高利息貸款，令好多拉丁美洲國家陷入所謂債務陷阱外交。當拉丁美洲國家無法償還按揭款時，就唯有用自己嘅基礎建設、重要礦產或重要戰略物資嚟交換。中共設債務陷阱，獲得地緣政治優勢，債務國陷入永無止境嘅債務惡性循環。報告警告，如果中共成功壟斷拉丁美洲同加勒比地區10%至15%嘅關鍵礦物開採，西方國家嘅高科技同軍事重要物資將陷入供應困難。據韓聯社報導，南韓聯合參謀本部通告，北韓14號向東海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目前南韓軍方正喺追蹤調查。北韓將咸鏡北道吉州郡近海一座無人島作為發射目標，導彈飛行咗250幾公里。南韓軍方捕捉到北韓喺發射地周邊部署咗備用移動發射車，因為咁嚴密關注北韓方面會唔會再次發射。南韓同美日共享信息，並係一齊分析導彈具體參數。北韓喺1月6號曾經向東海發射中遠程彈道導彈，而家事隔8日再次發射。韓聯社報導指，隨住川普就職鄰近，北韓嘅挑釁行為正係升級。日本九州宮崎縣外海13號晚先後發生5次地震，其中規模最大嘅一次達到6.9級，震央喺日向灘，震源深度36公里。海嘯警報已經喺14號凌晨全面解除，居民生活已經恢復正常。綜合日本媒體報導，日本氣象廳13號提醒，未來2-3日需要提防地震，最大震度同樣可能達到5弱。呢一地帶舊年8月8號啱啱發生7.1級日向灘地震，事隔半年再有巨震。氣象廳緊急組成專家小組，評估呢一次地震同南海海嘯地震之間嘅關係。日本媒體指出，南海海槽每逢100至150年會有強烈地震，上一次發生喺1944同1946年，
專家學者曾預測，日本喺2030年到2040年間，有70%到80%嘅可能發生高達9.1級嘅南海海槽大地震，咁會為整個西日本造成不亞於311嘅國家級災難。南韓慶尚北道慶州市乙城核電2號機組將29噸核廢液非正常排放入大海。南韓原子能安全委員會12號表示，正係展開調查，並採集核電站附近嘅海水樣本，結果將喺日後公佈。南韓水力原子能公司12號向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報告，乙城2號機組正常運轉時，儲藏罐內嘅核廢液冇做樣本分析，就被排放入海，估計排放量約為29噸。工作人員隨後立即關閉活塞，切斷咗洩漏。公司對罐內殘留樣本嘅分析結果顯示，放射性物質濃度同排放嘅輻射能估計值係平時排放水平。好啦，呢一節嘅新聞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下次再會。